发现了疑似第一案发现场，你们留下了查案，我们走。这里应该就是第一案发现场。所以老万是在这里血流光了以后才被送到第二案发现场。团队，这发现一个轮胎。团队，这儿。喂，高原，主任，通过卢米诺测试，我们在车辆的后座发现了大量的血迹。好，知道了。你想休息2天的话，随时都可以。老万案子你就放心交给我们。现在整个分局的力量都在上边。我没事，老万的案子我会继续跟。大家打起精神来吧，老万可不想看到我们这样。都说说吧。我们在老万的遗体上发现了多处的刺创以及撞击伤，另外还有3根肋骨成轴的案照。他的刺创包括腹部刺创，但这并不是他的致命伤。真正的致命伤是大腿的动脉被利器刺伤，流血过多而死。通过伤口比对，确认是现场找到的那把手术刀造成的。除此以外，我们在老万的手上发现了射击的残留物质，在他的指甲里发现了一些皮屑组织 ，DNA 的结果还在比对当中。至于另外一名死者的死亡原因，则是子弹从脑后穿过颅内造成的。经过技术科的对比，是从老万的配枪里发射出来的。死者名叫崔浩，是第一医院的一名医生，主要负责药品监管和库存清点工作。我们在调查崔浩的时候，得知老万也在调查这家医院的乙醚和西地兰等药品的库存情况，发现了崔浩有重大嫌疑，所以才把他带回来审问。西地兰是不是导致离奇死亡的药物？你们记不记得，汪晨尸检时，在体内发现了大量的乙醚？那崔浩和医院的嫌疑人有关联？你们看这个，这个药品是在崔浩的家里发现的。这个药物跟李淑婷、肖林还有老宋的那个药物成分很相似，都有抗抑郁的药物成分。那就是这个崔浩和医院的嫌疑人之间有某种交易。还发现什么？杀死崔浩的可能并不是老万，现场可能有第3个人的存在。第2现场的车上发现了大量被擦拭过的血迹残留，在第1现场同样发现了大量的血迹，这些血迹都只属于老万一个人的，所以老万很有可能在到达第2现场之前就已经由于大出血导致了昏迷或者死亡，再被真正的凶手和崔浩一起搬运到第2现场。在安放好老万之后，凶手选择了杀掉崔浩，避免崔浩暴露他的身份。
他在杀人之后，伪造了老万杀死崔浩的假象。我们在第2趴现场发现轮胎上有被扎破的痕迹，这就说明老万为什么要中途停车。从刹车的痕迹，还有老万的伤势来看，可以推测，应该是在他带崔浩回警队的路上发生了意外。而此时有第3个人抵达现场。陈迅，你继续查医院的监控，看看有没有新发现。副队，我们都在。小黄瓜，快走！快走啊！快走！来，下个门。各位大伙，来听一下啊！大家欢迎一下我们刑警队新来的同志朱清月同志。说吧。和朱队说一声，我出去一趟。齐主任，这是陈树川诊所的病患名单，这是他给患者开的药。我马上检测。好。齐主任，其中有4种和肾性药物有关。全都是因为抑郁症。朱队，我找到那个脖子上有纹身的嫌疑人了，他当时就在医院，一直在看着老万跟崔浩，是他对老万的车动了手脚。别动！
跟你没关系，是吧？调查一下监控，看下这辆车经过了哪里，去了什么地方。好。如果文胜男杀了崔浩和老万，是因为崔浩和他交换药的事被老万发现了，那他的目标应该是崔浩，老万的死应该是意外。那这个呢？对，就是这个男的。您刚刚说他们俩在争吵，文胜男和汪晨是合作关系，那他灭口的动机又是什么？这个药，你是从哪儿来的？汪晨给我的，我们群里的人都有这个药。汪晨是寻找新型药物测试样本的渠道，但他因为翟西西的死被警方调查，所以文胜男杀死汪晨，目的是切断警方的调查线索。李一奇当时一定是吸食了新型药物。文胜男担心警方会查出新型药物的源头，所以在他有机会说出真相前杀人灭口。这些人的死都和新型药物有关，其中有4种和新型药物有关，全都是因为抑郁症。陈楚川利用心理诊所寻找测试样本，那他很有可能也是渠道之一。而陈楚川目前已经曝光在警方面前。那么他很可能就是文胜男下一个要杀的人。你是说，翟西西想骗保，为了给他弟弟筹手术费？对，因为这几个时间点未免也太巧合了。翟西西坠楼3个月之前，给自己买了一份300万的意外保险，但他父亲一直都不知道。会不会是翟西西自杀伪装成意外呢？翟西西不是自杀，她掉下去的时候，有人就在这个房间，参与了她的坠楼。从死者家阳台外遗留的血迹以及指甲断片来看，他应该在阳台上挣扎过一段时间，然后才掉下去，所以他应该是接近垂直掉落才对。但是从现场尸体的位置来看，却离大楼有那么一段距离。大家都知道，正常的撞击伤身上一般只会有1到2处的淤青，但是你们看，死者脚上的淤青呈环状，所以我们推测，死者在坠地之前应该是被卡在了楼下601房间的晾衣杆上，挣扎之后掉下来的。从晾衣杆弯曲的状况以及螺丝松动的痕迹来看，都可以证明这个推测。同时，我们在晾衣杆的弯曲部分发现了一些生锈的毛刺，毛刺上勾住了一些白色的纤维。经过物证组的对比，已经确定了这些纤维跟翟西西所穿的白色帆布鞋的纤维是同一种。另外，尸体的左脚皮肤没有出现破裂或者铁锈的痕迹，所以我们推测死者应该是左脚穿着鞋卡在晾衣杆上。但是，尸体上穿着鞋的脚是右脚，而且鞋上没有任何被勾破过的痕迹，左脚鞋反而留在了自己家阳台上。这只左脚鞋原本在什么位置？在这儿。翟西西左脚脚踝上的伤痕是因为撞上晾衣杆导致的，而晾衣杆上的白色纤维是因为勾住了鞋子。但是为什么尸体是右脚穿着鞋，反而左脚的鞋遗留在了阳台上呢？翟西西坠楼的时候应该有其他人在，并且可能动过尸体。没错，大家看这2张照片，死者家阳台上找到的左脚鞋
和从死者尸体上取下的右脚鞋。这2双鞋脚后跟的磨损程度完全不一样，而且左脚这双鞋看起来很新啊。我在死者家里时，有特意留意他其他的鞋子，都没有出现这么严重的磨损不均匀和高低不平的情况。而且据我们所知，死者也没有任何腿脚的问题。所以这根本就不是同一双鞋，只是同款。如果我们的推测没有错误的话，有人把左脚鞋给调包了。我们发现601的阳台门最近有被人开过的痕迹，但中介表示已经很久没有人去看过房子了。所以我认为，翟西西坠楼时，有人就在现场。但凶手没有料到，旧居门楼纵横交错的晾衣杆，打乱了他的谋杀计划。尽管如此，凶手仍然没有放弃犯案。凶手在第一时间赶到了6楼，继续行凶。凶手为什么要把那只鞋拿走？他应该是在现场留下了可以证明他身份的证据，所以不得不把鞋拿走。但是他意识到，如果现场少了一只鞋子，警方一定会对意外坠楼产生怀疑，所以，他将翟西西在6楼的左脚鞋拿走，重新回到翟西西的家里，取走同款鞋的右脚鞋，将左脚鞋留在了翟西西家的阳台上，为了误导我。按照这个推论，翟山军在得知翟西西坠楼的时候，匆忙地离开家时，大门有可能是开着的，这也正好给了凶手进去换鞋的机会。我们在调查601的时候，得知601的钥匙在中介的手里。这房子钥匙除了你，还有别人有吗？只委托给我们一家公司，房东留了一把钥匙给我们备用。平常我们会带客户来看房。老万，我们再去趟中介。好。俺队是吧？啊，咱们里面请，里面请。警官，您喝点水。我听说您上次就来过一次，您看还有什么需要了解的，我全力配合。你们这儿平常业主的钥匙都是怎么保管的？哦，我们世一地产是正规公司，所有的钥匙都存在我们的公共钥匙柜里。如果有人要带客户看房子，是都要向我报备，并且统一记录的。最近有人看过601的房吗？601，您稍等。601哦，没有哎，这最近行情不太好，再加上那是老楼，基本没人看。这钥匙柜除了你，别人能开吗？那不可能，钥匙只在我这里，并且我们店里有监控。哎，昨天晚上8点的时候你在干什么呀？8点我带客户看房子呢，客户可以替我证明。怎么样？有什么发现？翟西西坠楼的时候，有目击者称，对面楼下不断有闪光。你怀疑他跟李一奇还有李淑婷一样？翟西西的毒检做了吗？季主任，翟西西的体内没有任何的药物反应。
没有验出新型药物，但是不能断定两者之间没有联系。我认为有另外一种可能。齐主任，我准备好了。好，马上。翟西西跳楼的时间点和对面楼下闪光的时间点，两者过于巧合。如果说这两者之间有联系，那么对面楼下的闪光就像是指引翟西西跳楼的某种信号。只不过他们没有想到，翟西西会被挂在6楼的晾衣杆上。为了确保他一定会自杀成功，凶手不得不跑到楼上帮忙。但是凶手跑进大楼时，突然意识到电梯会被监控拍到，所以他选择走楼梯。凶手在确认了翟西西悬挂的地方之后，进入了601号房间，看见翟西西就挂在晾衣杆上。这个时候，翟西西跳楼的消息已经在大楼里传开了。但凶手此时还需要完成一件事，处理掉翟西西的左脚线。而此时，楼道里全是出来查看情况的邻居。凶手想要上楼，但是他却正好碰见了邻居和翟山君。避开二人，进入了翟西西的家中，换走了鞋子。他从翟西西家里出来之后，想要往下逃，但是却在6楼的楼梯间遇见了闹事的青少年。真不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刚刚才有人掉下去，竟然有几个毛小子在楼梯间打架。他不敢冒险让青少年看见自己手里还拿着鞋子，所以他只能再往上走。可是正在这个时候，他碰见了邻居从电梯间出来，想要去翟西西家里拿手机通知翟小山。这个时候，他就被困在了7楼的楼梯间当中。那么，此时他会怎么做？他必须找到新的出口。韩队，楼上1006也是空的。韩队，齐法医，找着了。
翟西西就是穿这双鞋掉下来了。对，指纹验出来了，在这儿。秀粗，你就让老万去市一地产采集所有人的指纹，能进这2个房间的，肯定是中介的人。好，等等，这么大张旗鼓的去采集指纹，可能会打草惊蛇。什么意思？你们去查房产公司的时候，他们那儿的钥匙一直都没有人动过，对吗？小溪查好监控，没问题。那就表示，进出601跟1006号房间的人，是身上早就有备份钥匙的人。我们刚刚去1006房间时，虽然房子很空，看起来像没人住，但实际上是有些近期的生活痕迹的。他偷偷地住在1006号房，并且把这双鞋藏在了里面，应该是知道，短时间内不会有人进出1006。守株待兔。他真没有把握，一定是想等风头过去之后，再偷偷地把这双鞋取出来。但如果突然有人要去看房呢？愿者上钩。哎，小姐你好，买房租房？买房？请坐，请坐。我给您推荐一下这套房子，您看，2梯4。不用麻烦，我就要前几天坠楼那栋楼的房。我听我亲戚说，楼下刚好有空房。哎呀，那个房子它有点问题，小姐，您看这。我就要刚出事儿的。凶宅嘛，价格才便宜啊。明白，小姐果然内行。那这样，我去给您拿钥匙，咱们现在就走。不用麻烦，我亲戚还在过来的路上，半个小时之后咱们直接楼下见吧。好，没问题，没问题，您稍等啊。汪哥，我上去了。你们是赵春明吗？是。喂。说说吧，你去1006干嘛去了？我们这儿呢是刑侦大队，我们日常的工作呢就是办一些大案、要案、命案。如果我们不掌握一定的证据，是不会把你请到这儿来配合我们调查的。现在让你说呢，其实是给你一个主动的机会，我希望你能够珍惜。据我们所知，你们店里的钥匙不归你保管，你为什么会有？警察同志，你们也知道，我就是个中介，这些房子托给我出租，我有钥匙也不奇怪吧？前脚有人买房子，你后脚就到，有这么巧？并且那天1006看房不归你负责吧？我怎么不负责？我也有个客户要看房，所以就过去整理整理。整理整理。啊。那我进去的时候看你在那儿正翻什么东西，你是什么东西忘在那儿了吗？翟西西的死跟你有什么关系？没有关系啊，我都不认识他。真的。是这样，我开玩笑，不想说，没关系。那个指纹呢，我已经让苏二送到楼上鉴定去了，一会儿鉴定结果就能出来。啊，只要比对上了，
咱们可以正常走程序。没事，是这样啊，张志敏，现在我们公安机关办案的呢，现在就是只要证据链完善完整啊，就零口供，我们一样能定罪。好，那咱们就先谈到这儿，好吧？啊，别！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杀人案。钥匙是我偷配的，那房子现在我住着。偷配钥匙住进去的？对，现在是淡季，租房的人很少。前2天我跟媳妇儿吵架了。那你等会儿，现在想说了是吧？啊，来，你慢慢说，哎，说到你跟媳妇儿吵架，好吧？我喝口水啊。我跟媳妇儿吵架了，就想着出来冷静一下。那栋楼也就1006条件好一些。什么时候搬进去的？昨天。我真不认识翟西西，我什么都不知道。你搬进去之前有其他人住过吗？问你呢？我之前确实把这房子借给过一个老乡，但他不可能有问题啊。他在我这儿还租了好几套空房呢，而且他也就前天晚上在1006待了1晚上。前天晚上？啊，那就是翟西西出事那天晚上。你老乡叫什么名字啊？汪晨。高法医，哎，麻烦你帮我们检测一下齐主任的水和泡腾电，有结果告诉我们。好，谢谢。韩队主任，结果出来了。报告上显示，2个人喝的水里都检测出了对方的唾液。所以邱兰子误拿了他的水。对。兰子死前喝的那瓶水应该就是齐主任的苏打水，而齐主任的包里只是普通的矿泉水。好，先走了。不对，不对。你们现在应该已经知道，那瓶水上为什么会有我的指纹。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说氰化钾早就存在于邱男子的体内。兰子平时应该有用药的习惯。兰子的包里的确发现一瓶胃药。什么药？奥美拉唑。尸检还发现了什么？胃里发现了2个药物胶囊，外壳有被融化的迹象，其中有1颗有破损。最后一个问题，兰子的药瓶里还剩几颗？还剩1颗。我知道凶手是怎么杀死兰子的。兰子服用的胃药奥美拉唑是一种肠溶胶囊，它因为会损伤胃部，所以不会在酸性环境下溶解，而是会通过胃部进入碱性环境的肠道内吸收。但是，它却在兰子的胃里发现有残留。为什么？邱兰子误拿了你的水，喝的是苏打水，加速了胶囊的溶解。肠溶胶囊的外衣是缓释的，应该在4到12个小时起作用。但如果喝了苏打水，那么这个时间就会大大的缩短。所以氰化钾是藏在了邱兰子胃药的胶囊里。
男子胃里发现的2颗胶囊，其中1颗有破损。我相信，凶手在往里面塞氰化钾的时候，应该也发现了。胶囊的外壳被苏打水溶解了一部分之后，里面的氰化钾会直接与胃黏膜接触，强腐蚀性一定会造成胃黏膜的糜烂性出现。怎么证明？秋兰子的药瓶里还剩1颗药。小苏，不好意思啊，赵医生，本来跟合成的合作都要结束了，听说您要出国了，还要麻烦你回来帮忙。没事儿，你们有需求我肯定会来的。出什么事儿了？要我检测什么？戚主任之前推论，死者可能服下了含有氰化钾的奥美拉唑胶囊，但因为误喝了苏打水，使原本应该在肠道里溶解的胶囊提前在胃里溶解。胶囊的外壳已经在死者的胃里找到。所以这次麻烦你过来，是需要帮忙检测一下死者药瓶里仅剩的1粒药丸。我来做。麻烦了。邵医生正在检查药丸呢，结果估计还得一会儿。把所有证据都比对好，不要遗漏细节。在这儿等。好。奥美拉唑的服用方式是1天3颗，早1颗，晚2颗。如果凶手的目的是要确保兰子死在当天的夜里，那他就一定要保证兰子在晚上吃下的2颗药丸当中，至少有1颗是带毒的药丸。如果凶手只毒1颗，那么兰子有1/3的概率会在第2天早上才吃下带毒的药丸。如果凶手毒3颗，那么他就一定会在药瓶内留下1颗带毒的药丸作为罪证。所以，毒2颗对于凶手来说是最优的选择。如果秋兰子把2颗带毒的药都吃下，剩下的那1颗药我们就检测不出证据了。兰子将2颗带毒的药丸全部吃下的概率是1/3，也就是说，凶手也只有1/3的概率不会在药瓶内留下罪证。所以我们只能赌剩下的那1颗。结果出来了，药瓶里的胶囊确实含有氰化钾，跟戚主任之前的推论是一样的。齐法医，你暂时摆脱了嫌疑，可以离开了。朱队，我想参与办案，找出杀害兰子的凶手。而且，江飞的尸检报告也有问题。江飞跟秋兰子的案子，恐怕需要你回避。我想看江飞的尸检报告。局里不止你一个法医，不是每件案子都要由你来。白姐，齐思哲摆脱嫌疑了。对，他还查出了秋兰子的死因。
齐思哲是一个优秀的法医，他也很知书达理，所以对于你们对他进行审讯的必要性，他不会责怪你。对了，白局，您知道他的过往吗？他出了很严重的车祸，当时我还以为法医界会永远失去这个人，可我没想到，他用了1年的时间做到了普通人3到5年才能达到的复健效果，可想而知，这个位置对他有多重要。但是他又是一个固执的人，韩风也一样。你们3个当中呢，你是最冷静、最理智的，所以我希望你把他俩能够凝聚在一起，好好办案。小西呢？我让他去查788夜店视频了，我觉得还有一些疑点。我们在秋兰子的胃药里检测出了氰化钾的成分，能够近距离接触它，并且能够随时调换它贴身药物的，我们有理由怀疑是少用多了。秋兰子曾经也提到过江飞尸体上有疑点，回头让高法医重新检查一下他的尸检报告。小苏，扩大范围调查秋兰子、江飞、李一奇周边的人物关系，尤其是秋兰子。好。韩队，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可以，先这样。小新，怎么样？找到了，在李一奇案发生的前2个礼拜，我发现齐法医曾经出现在788夜店好几次。我交叉对比过几段监控，发现齐法医出现，江飞都在。看起来，齐法医应该是在跟踪江飞。不对，这是齐思哲的资料。他2年前发生了很严重的车祸，他车上一名女性乘客当场死亡。不对，他还有什么问题吗？你先去忙吧。好。
你为什么来？为什么跟踪李一起和江飞？你知道为什么？因为跟小飞的死有关。原钻。你是为了原钻案才来的？江飞的死不是意外，是他杀。江飞的尸体是在中午11点半左右被发现，尸温与室温相同，22度。胸口处有点状、方块状的痕迹，呈鲜红色。尸体侧面的尸斑呈片状，暗红色。有什么问题吗？鲜红色尸斑跟推断的死亡时间有冲突，室温下降速度属于异常，这存在2种可能：第一，凶手有意要混淆死亡时间；二，凶手的行凶手法会影响尸体的温度。我认为2的几率大于1，因此，我猜测江飞很有可能冻死，在江飞自己家吗？可是他家并没有这样的环境啊。有一个地方可以。不可能，这太小了。凶手如果是将江飞塞进冰箱里，那么江飞的尸体上一定会留下很多伤痕以及痕迹。但就目前来看，尸体上并没有这样的伤痕，有的只是尸斑。尸斑是血液受重力作用于低下部位产生的痕迹。江飞当时死亡的时候是侧卧，所以尸斑应该只会形成在侧面。但是你看这儿，江飞的胸口处却出现了鲜红色的斑迹。还有，江飞死亡的时候，身上的衣服全是皱褶。他这个衣服怎么像湿了又干了呀？包括他的手指以及脚趾都出现了因为长时间泡水在渗透作用下才会出现的皱褶。江飞本就是不修边幅之人，他的衣服褶皱也不奇怪。我们发现尸体的时候，发现浴缸底部有些水，他的皮肤褶皱应该就是泡水导致的。那按照你的推论，当时他的手指、脚趾并不会接触到浴缸底部的水，不应该有褶皱才对。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所以江飞不是冻死在冰柜里，而是在浴缸里被冻死的。江飞家的浴室那扇窗户一直都是开着的。尸体被发现的时候，冰块虽然已经融化了，但是尸体上却留下了冻伤的痕迹。他胸口这片鲜红色的斑迹，就是最好的证明。这也是因为在低温情况下各脏器衰竭而造成。从现场的痕迹来看，所有情况符合齐法医说的。知道了。所以韩芳，你现在愿意相信江飞的死不是意外，是他杀了吗？假设齐法医的推论是成立的，那我们就应该验证一下，看这个地方有没有第二个人的痕迹。再仔细搜一下。
我想跟您多学着点，早日成为跟您一样的好法医。朱队，江飞的案子有没有什么新的进展？你都摆脱了嫌疑，为什么还要查江飞？我知道你很关心江飞的案子，还有李一奇的案子。我也知道你有能力带我们接近真相，但是至今为止，你也没有向我们解释清楚，在这2个案子当中，你出现的巧合，包括这一次。你为什么会独自去查江飞？我希望你回答我的问题，并且在我信任你之前，我不会回答你任何与本案相关的问题。朱队，我是一名法医，当死亡发生的时候，只有法医可以替死者说出他们死前究竟经历了什么，而且。我相信，不管是谁，即便是像江飞这样的毒贩，他们也有权利得到一个真相。我在江飞的案子看到了他杀的可能性，所以，我一定要查出真相。但是他又是一个固执的人，韩风也一样，所以我希望你把他俩能够凝聚在一起，好好办案。所以江飞的死亡时间是在凌晨4点多。对，如果江飞是被冻死的，那么他尸体的温度本来就比正常的要低，所以相对的降温时间也会缩短。韩队，江飞被冻死是其法医推论的，让他给我们讲述一下吧。现在只知道江飞是被凶手冻死的，但是没有任何线索可以找到凶手。凶手在江飞醉酒的情况下，让他吃下头孢，造成双硫仑样反应，并且在他昏迷的时候，以冰激动身体，导致全身各脏器，尤其是心脏衰竭而死，说明凶手对人体机能有一定的了解。高法医，第一次解剖化验之后，胃里的食物残渣具体有些什么？胃残渣里有9个红肠，没有头孢。但是江飞家桌子上的头孢已经是打开的，且药理检测验出了有成分。红肠没有被消化，这说明死者生前最后吃下的食物就是红肠。现场有找到把刀吗？没有。红肠有被刀切过的痕迹，却没有找到刀，会不会被人拿走了？江飞的尸体上没有任何的外伤，就算有刀，也不可能是凶器。凶手为什么把刀带走？你们在现场做卢米诺了吗？江飞身上没有外伤，凶手却必须从现场把这把刀带走，那就表示那把刀刺伤的不是死者，是凶手。这如果不是江飞的血，就只能是凶手的了。为什么没有让齐法医来做血迹对比？
比对结果出来了，资料库里没有符合的记录。谢谢啊。目前这几起案件的时间顺序是：7号晚上，邱兰子跟着我们一起去参加了788夜店杀人案的调查。紧接着，他跟高法医还有齐法医一起去做了离奇血液检测比对工作，一直到隔天。第二天中午，我们发现了江飞的尸体，邱兰子随后到了现场。当晚，他同齐法医还有高法医对江飞的尸体进行了解剖。我们在邱兰子的胃部发现了胃药的肠溶胶囊残片。按照药物溶解的速度以及时间线来推演，邱兰子服用胃药的时间，应该是在解剖完江飞的尸体之后，到他死亡的这段时间之内。邱兰子第一次离开分局遇到我的时间是晚上9点左右。2个小时后，我接到了邱兰子的电话。邱兰子说，发现了江飞尸体的线索。10分钟之后，我跟韩队赶到法医办公室时，就已经发现了他的尸体。胃药是在他的随身物品中发现的，他平时的东西都放在更衣室的储藏柜里。那边监控有什么新发现吗？更衣室那层没有监控，那边进进出出都是下班的人。而且白局的意思是先不要扩大调查范围，先小范围锁定嫌疑人再说。那么邱兰子最有可能服下药的时间是在离开分局到再重新回来这中间，只是我们不知道他去了哪，见了谁。江飞呢？大家不要忘了，邱兰子在临死前说是有江飞死因的信息。江飞是喝醉了回的家，他在哪儿喝的酒，跟什么人喝的酒，查出来了吗？他不用移动支付和刷卡，都是用现金，所以很难查到他的消费记录。这种人是这样的，生怕留下什么线索。老万，你跟我去酒吧查一下江飞在喝酒之前的行动轨迹。小西，你们去查一下邱兰子离开分局以后都见过些什么人，我们分头行动。好。照韩队说的做。韩哥，就是。别介啊，韩哥。这老板，这都正规经营，正规经营搞得神神秘秘的，进来还需要人带，这你就不懂了吧？这是噱头，只有人带才能进来，才会有更多的人想进来。有头脑。既然进来都需要人带，那前天来过什么人你都应该知道吧？警官，我这每天这么多人，我怎么记得住啊？带我们去监控看。警官，你得有协查通知单。协查通知单是吧？现在给我专案大队的同事电话，让他们来协查一下。哥，你想看啥我都给你。我们查了江飞的社会关系非常的复杂，他在全国各个城市都生活过，像他这样的贩毒人员会有很多的仇家。如果单纯从杀人动机来看的话，嫌疑人就不会少。这个是我们看了他那个影片的账本，上面光是吸毒人员就高达40个，这还不包括买仿真枪、血浆和违禁药的。朱队，这是你要的邱兰子的手机。有什么发现？我查了邱兰子的通话记录，
他从9点离开分局后，5分钟内接连拨通了4通电话，而且都是打给同一个人。打给谁的？是一个化学工厂实验室，但当时是下班时间，他打的又是总机，所以具体联系谁还查不到。一定要查到这个工厂跟秋兰子到底是什么关系。好，朱队，你们查过秋兰子的手机了吗？小西刚才拿过来了。我看了秋兰子离开分局前后的监控视频，她一直在刷手机。我想起韩队那天跟我说，他在见到秋兰子的时候，秋兰子也在焦虑地刷手机。他手机里面一定有什么线索，只是他当时还没来得及告诉我们。停。跟江飞喝酒的那个女孩叫什么？哦，江飞给我们介绍过这姑娘，我记得叫张璐，喜欢穿洛丽塔，跟江飞关系很密切。他用手机拍摄江飞的尸体。解剖室不是不能带手机吗？他这么做也许有什么隐情。你们看这最后3张，前2张是拍摄的江飞手臂上的纹身，一张没有黑光灯，一张有黑光灯，而最后一张拍摄的是他手腕上的皮肤，而且前2张拍摄的时间是一致的，最后一张间隔了20多分钟。他为什么要间隔20多分钟，又拍摄一张手腕处的皮肤，而且没有黑光灯？他究竟发现了什么？那个瑞奇大厦旁边这个夜店里边有玩东西啊，我正好过来办事撞上他。你甭客气，都是自己人，请我吃饭啊。老板，辛苦了。有啥可辛苦的？不是朱队吗？非让我跟你一块出任务，没什么可辛苦的。秋兰子拍摄这些照片的时候，我有看到，但只看了1眼我就离开了。当时我跟赵医生在隔壁房间做毒理检测的取样，如果戚主任你也离开了，那么解剖室里就只剩兰子一个人。不过他拍照的时候，有问过我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应该是之前受过的伤，或者是吸过纹身留下来的印儿。不对，这好像是荧光纹身。2张拍摄左手小臂的纹身，1张原色，1张黑光灯。如果按照前2张的拍摄逻辑，那么应该还有1张黑光灯的照片。这个江飞手机里有很多他和不同女孩的合照，其中有一个就是咱们一直在找的这个张璐。张璐24岁，家住合成新华大道无机化学研究所实习研究员，本科是化学专业。他和秋兰子认识，2人是高中同学，遂一起租房子，做过短暂的同屋。我们查到的通话记录里，秋兰子最后打的电话就是打到张璐的工作单位。你说看到张璐和裘兰子那天吵架是吧？是的，我确实看到他们有争吵，不过具体吵什么，我也没有听清。当我走的时候，看到那个女孩身体不太舒服，吃了些药。你确定秋兰子当时有吃药吗？我确定的。张璐人呢？韩队，已经根据您给的信息全程布控。你好，
身份证、驾驶证出示一下，后备箱打开一下。你是张璐吧？张璐，请你配合调查。张璐，24岁，合成无机化学研究所研究员。7月7号晚，你是不是和江飞在云京大厦地下酒吧喝酒？是。然后你就跟他回家了？没有，我喝了几杯就回自己家了。有人可以证明吗？证明？什么证明？我一个人住，能有什么证明？那就说明没有人可以证明你当晚是在自己家过的夜。你最后一次见江飞，他是个什么状态？那天他好像感冒了。你感冒了还叫人出来喝？你听没听说过头孢配酒，一带就走？那是头孢配酒，天长地久。尸体的伤怎么来的？做实验，割伤的。邱兰子去实验室找你说了什么？他跟你们说什么了？他不在这实习吗？你把他叫来，我跟他对峙啊！邱兰子已经死了。是不是你杀的？死了？他怎么可能？张璐，现在怀疑你是江飞、邱兰子被害案的重要嫌疑人，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如果张璐的血迹跟我们在江飞家采样的血迹吻合，那他就最有可能是杀害江飞的凶手。我没有杀人，我没有，我真的没有。那你就老老实实回答问题。他都跟你说什么了？他跟我说，江飞死了，他在尸体上看到了我的名字。怎么样？稍等一下。支队，比对结果出来了。韩队，对上了。小苏，抓人！小西，解开，是他。我不是，我没有杀人，真的不是我，真的不是我，真的不是我！我说了，我没有杀人，真的不是我，真的不是我！我求求你们了，不要抓我，真的不是我！我说过了，装错人了，真的不是我，真的不是我，真的不是我！你们装错人了，真的不是我，真的不是我！我们抓错人，凶手不是他。原作案已经结束了，你只是不愿意面对现实。小飞的死你根本就没有查清楚。李喜、江飞，他们就是当年那个案子的线索。站住！别跑！这有一个洞口，那个被绑架的女孩很有可能被带进去。凶手故意布局，想要诱导我们对死亡原因做出错误的判断。他对药理、解剖，甚至是公安局内部的档案流程都非常清楚。你的意思是，
凶手是自己人。